四中到底怎么说？四中没怎么说啊，四中现在出了很大的 bug， 现在卡在京西宾馆都不让出来啊，不投同意票不让他出来。现在党中央出现了分裂啊，就是党中央分成两派。一个是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坚决要求连任的党中央，很多省份的军区都在异动，所以你也看不到新闻，开幕到第2天了啊，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信息透出来，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呢，各种媒体呢也基本上不提这事儿，这就是不正常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四中全会已经拖延了1年了，但是这次我话说到这儿，我的直觉和逻辑判断都是习近平连任不了了，警惕疫情可能又要爆发了。以往的疫情似乎也与政治有关联，比如 SARS 是和江湖交接的时候，又在这个所谓的这种政治斗争的紧要关头，是不是疫情又会铺天盖地的来一次？除了星期一新华社用2448字骈文做了一个报道之外，就是没有，尤其是中央电视台什么的，基本上就跟没发生一样啊，没这个事儿，很小的一件事情，不值一提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是党内的常见的这个正常流程啊，不用提，不用骚扰大家啊。拖延了1年了，四中全会，你们知道四中全会应该是去年这个时候开的，为什么拖了1年？你不要告诉我是正常的啊，正和平年代、非战争年代啊，中共中央的这种很重要的年度会议啊。你为什么拖1年呢？所以这个是不正常的啊。也不要妄自菲薄，看见新华社的文件之后就他妈的又怂了啊，老王也打你脸之类的。不用，为什么呢？你们等着看啊，过2天你们要看这么几件事情。第一，中央军委的增补名单啊，看看有没有胡春华啊，有没有或者丁薛祥啊，就这种大热啊，有没有增补到中央军委里啊？这是第一。第二看看政治局常委有没有7变9，有没有增补。第三呢，看中共中央总书记有没有变化啊，中央军委主席有没有变化。所以这个几个要是变化的话如果有变化，哪怕3个领导头衔还是习，但是呢，中央军委副主席增了人，中央军委委员增了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增了人，增了反习，尤其是增了张又侠之类的，那就有意思喽，那就好看了啊。老王会不会压错宝？当然有可能，任何人都有可能，任何人都要为自己的逻辑判断和自己的理性选择负责。没事，不用难受，明天就接中了，明天下午就接中了啊。这个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啊。这个关键是这又不影响我们，又不是我们选。我们既不是投票者，也不是被投票者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吃瓜群众。我还记得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就是川普接中之前，川普和哈里斯各有拥趸，而且美方都认为自己非常有道理，斥责对方为傻逼听床。所以咱们中国的这个四中全会呢开到今天呢鸦雀无声。于无声处听惊雷，正是说明他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张又侠和习近平的分歧实际上是军队和党中央的分歧，而党中央本身呢又成立了新的机构，叫决策议事机构。所以党中央这个词一旦出现，它指的是谁指的是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总书记这个党中央，还是中央决策议事机构这个党中央明眼人都知道，现在这里边是有分歧的党内的高层的最高层的权力分歧让我们拭目以待我是押宝进步的一面，当然还有人押宝说倒车继续的一面那么我们拭目以待吧很多省份的军区都在异动，就是必须要把军队完全动员起来，这个东西都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军队不动员起来党和政不在张又侠他们的手里，中央决策议事机构和张又侠手里没有党和政，武警不是武警还好，武警算军，就是警察、特警这些也是枪杆子呀、刀把子呀，他不在他们的手里党中央另一个党中央的手里。现在党中央出现了分裂就是党中央分成两派，一个是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这个坚决要求连任的党中央，还有一个就是坚决要恢复到隔代指定的这个老路上、这个规矩上的这个党中央它这个党中央或者说一个是军队，一个是党政两个中央。
所以从任何一个口出来的信息，你都不要全信啊。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这是政啊，党啊，政啊。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发言人、国防部这个什么所谓的长得很刚的那个中校吧，他说的，他代表军队啊，第一个就是警惕啊，疫情可能又要爆发了。2022年，你回顾一下白纸革命，习近平撑不住啊，强制清零撑不住，12月7号仓促开放，全中国放开，全中国人民打4针，结果打完之后，全国发烧啊，过几天，COVID 我是不是又说非典了 ？COVID 过去了，但之后啊，从2022年12月之后，大批的中国老年人去世、死亡，大批的年轻人白血病、肺结节啊、什么叫是肺玻璃是吗？等症状，这个都怀疑这种病和疫苗有关。那么根据周期率和病理周期，3年之后，就是今天2025年12月，可能又会爆发肺病，或者肺病导致的其他的这种传染病。以往的疫情似乎也与政治有关联，比如 SARS 是和江湖交接的时候发生的这个 SARS，2003年 SARS 是胡温交接，2019年COVID 是修宪啊之后第1年。2022年末是第3任期强制连任又来一场，现在又到了紧要关头啊，又在这个所谓的这种政治斗争的紧要关头，是不是疫情又会铺天盖地的来一次？而这次人们呢身心疲惫啊，身有前疾啊，潜在的疾病，容易克制不住内火，这种怒火不仅是思想上的，更是身体上的，不是此起彼伏，是有传染性的共同爆发。不管怎样，希望广大教友啊，我们的广大观众朋友们保重身体啊，度过难关，不要思虑过重啊，不要熬夜，增强营养啊，不要在外边吃重口味不干净的东西，少点外卖，少点商店和餐厅的加工食品，回家做饭。希望大家保重身体啊，天道异邪。他们已经不是正常的人类，会被消灭的。阳光迟早会照到大地，社会会恢复正常。我也希望啊，但是这次我话说到这儿，我的直觉和逻辑判断都是习近平要完蛋，连任不了了，就是终身制独裁弄不了。但是如果我要是选错了，挨打要立正啊，挨操要撅好啊。犯错误了没什么说的啊，到时候我会立正撅好的，我不会强词夺理的啊，我不会说他永远是在我心里他永远是下台了，我不会干这种事儿了啊。好了，不是搞事情，薄熙来没有那个能力，薄熙来也没有那个脏心眼子，那个疫情跟薄熙来没关系啊。老王，你这个政治嗅觉假的很，他真假，不要说这种话啊。就是好像你真一样，你凭什么知道自己是真的呀？所以这个不要这么讲。开中之前啊，不要自以为是啊，咱们都不要自以为是。现在没有开中啊，各说各的理由啊，我压1、2、3小，你压4、5、6大，不要说嘿操你他妈傻逼，你就不要说这种事儿啊。老王带人一致翻车，习被老王带粉了，那不一定啊。我是最早的坚定不移的认为川普能当选的，川普挨那一枪的时候我就说了。你们老教友都知道，2024年7月，我在旧金山房车营地，他挨那一枪，我正在波特兰，我直接告诉大家，川普赢定了，就这一枪送他上去，他本来可能选不上，打这一枪他赢定了。这个不是我带人必然翻车，因为大事判断是有依据的啊。如果不懂股票，能不能每个月定投加拿大5大行分红股？可以啊，加拿大退休基金都买这些股票。但是现在不是个好时间啊，因为美国的经济并不好，加拿大经济也不好，但是美国股票、加拿大股票都在历史最高点，这是很不正常的。历史告诉我们，不正常的东西一定会调整啊，一定会回归正常。而且你要看看川普的任期都有个特点啊，川普第1任期也这个特点，经济不太好，但是股票天天涨，直到他快下台的时候，股票咵就掉下来了啊，来了个 SARS。不是来了个 COVID 他就下来了啊，这个然后呢
拜登一朝呢，股市一直半死不活的，并不特别好。然后川普第2任期又是重复他第1任期，蹭涨啊，没有理由的涨。好了，那么中国的股市呢，如果要是4中啊出现我说的我押宝的那种变化啊，就是习的权力被大幅度的缩减，要下了啊，然后这个至少不是马上下，也是2年之内他必须下，21大他必须下，他不能再连任，他不可能终身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股市会有一波高峰。但是呢，如果要是没有我押错了这次啊，那么就你们最好自为之吧，你们就啊，4中全不明朗，干架呢。我说对啊，明天我们就知道结果了。无论如何，明天也干完了，干仗干完了啊，国内一点动静都没有，就是这么大的事儿没动静，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嘛。怎么会有动静？难道告诉你们我们都在打架吗？肯定不会说嘛。好嘞，拜拜。